我今天的唯一目标就是被乱棍打出去。哎呦，我的好小姐，你要作死也别带上奴婢啊！这可是选妃大典，您刚才那话要是被管事嬷嬷听见，咱们可是要掉脑袋的。掉什么脑袋？大清早的别说晦气话。我问你，咱们进宫前定下的终极战略是什么？是摆烂出宫。对啊，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全国通用的大通宝银票。只要我今天表现得像个乡野泼妇，粗鄙无知，管事嬷嬷必会勃然大怒，直接夺我的参选资格，把我扔出神武门。到时候我就拿着钱去江南买下2座大宅院，咱们顿顿吃烤鸭，天天逛戏园子。我再雇10个8个身强力壮、俊俏听话的护院，这不比在这4面见不到头的深宫里当个随时掉脑袋的娘娘强100倍？可是老爷那边怎么交代啊？我爹那个老狐狸官运亨通，少我一个女儿去争宠，根本不痛不痒。你赶紧的，按照我刚才教你的，等会儿嬷嬷一过来，你就假装狡猾，把那盆洗脸水全泼我裙子上。我要确保自己浑身上下找不出一丝能入选的优点。哟，我当是谁在这大呼小叫，连点体统都不顾？原来是尚书府的沈姐姐呀！姐姐今日怎的打扮得如此寒酸？莫非是知道自己资质平庸，索性破罐子破摔了？哎呀，这脸上的黑灰是怎么回事？若是姐姐实在没钱买脂粉，妹妹这里倒是有一盒上好的西域胭脂，可以赏给姐姐遮遮丑。真的吗？你真的觉得我很寒酸、很丑、很没体统吗？你发什么疯？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太好了，连你都觉得我毫无体统，那管事的嬷嬷一定也这么觉得。林妹妹，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借你吉言，我今天要是能顺利落选，我出宫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烧高香，祝你在这深宫里斗得风生水起，天天喝燕窝，夜夜睡冷炕。你粗鄙，你简直不可理喻！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故意在这风言风语、哗众取宠。笑引主管，贵嬷嬷到！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进了这顺贞门，这里就是皇家，第一关看的就是你们的仪态与定力。要是晚掉了，立刻乱棍打出，永不录用。顶水碗，这就想难倒我？我可是冲着0分来的。殿前失仪，淘汰，拖出去。敢在贵嬷嬷面前打哈欠，今天不死也要脱层皮！你刚才是在做什么？回嬷嬷的话，臣女实在太困了，站不住。为了不碍您的眼，要不您现在就直接把我乱棍打出去吧，我不反抗，真的。麻烦动作快点，我出宫的马车还在神武门外系着时辰呢，超时要加钱的。还真是个不要命的疯子啊！竟然敢这么挑衅贵嬷嬷！还真是个不要命的疯子啊！竟然敢这么挑衅贵嬷嬷！妙啊，果然是大家风范。沈姑娘，你这一招返璞归真，老身受教了。不是，嬷嬷，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没有。你们都给老身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定力。方才铜盆落地，唯独沈姑娘非但没有半分惧色，反而还能悠然自得地打出一个哈欠。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外界的任何干扰都无法撼到她内心的平静。她靠在栏杆上，看似慵懒无礼，实则是一种身体的极致放松。只有内心绝对自信，对一切胸有成竹之人，才能在这等高压之下宋如此的。再看她的妆容，沈姑娘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何等的高洁孤傲！这是在向老身证明，真正的凤仪天下靠的是气度，而非皮囊。不骄不躁，宠辱不惊，视皇家考核如无物，这份心性堪称千古无二。沈清兰，初选甲等第一，直接晋级。不公，这不公平！嬷嬷您瞎了吗？她明明就是一个粗鄙的泼妇！这不公平！嬷嬷您瞎了吗？她明明就是一个粗鄙的泼妇！林白友，你心胸狭隘，不仅看不懂沈姑娘的高深境界，还敢公然咆哮考场。来人，林白友殿前失仪，取消资格。是，乱棍打出，永不录用。饶命啊！小姐神机妙算，小姐这招以退为进，简直是诸葛在世啊！毁灭吧，赶紧的！这满皇宫的人，脑补能力也太强了吧！我就是想当个江南富婆，我招惹谁啦？哦，返璞归真，超然物外，倒是别致。参见萧太傅。萧无烟，传说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活阎王，这就是那个最大的麻烦瓶男主。这等不畏强权的奇女子，本官也是生平仅见。本官很期待沈姑娘接下来的表现。你有病吧？姑娘，来日方长。不
我的落雪计划开局即巅峰，然后彻底完了，完了，全完了。我的江南水乡，我的5进大宅院，我的10个俊俏账房先生会长翅膀飞了。小姐，您就看开点吧，您现在可红人，顾嬷嬷夸您有母仪天下之姿，说不定您真能当上皇后呢。当皇后干什么？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天不亮，坐在大殿里听一群女人阴阳怪气的请安，还要和后宫佳丽抢一个搞男人，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哎呦，祖宗，这话要是传出去是要诛9族的。不行，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初选没淘汰，是因为那个桂嬷嬷有严重的月炉理解障碍。明天的礼仪课和制香课，我必须加大力度。小姐，你又想干嘛？我要砸场子，明天谁也别想拦我。很好，这个位置作妖最方便。教习嬷嬷一抬头就能看见我那张不耐烦的脸。哟，这不是初选拔得头筹的沈大小姐吗？你诈尸了，不是被桂嬷嬷轰出神武门了吗？怎么，顺贞门的门槛太高，把你卡回来了？沈青兰，你别得意，托我姑母柔妃娘娘的福，皇上特批我戴罪留宫，咱们走着瞧，我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太好了，李妹妹，你竟然有后台，那你赶紧让你姑母发威，随便安个冲撞贵人的罪名把我弄死，或者直接把我赶出宫去，求求你了，我下半辈子的幸福全靠你了。疯子，这沈青兰绝对是个疯子，哪有人上赶着求死的？他这肯定是在嘲讽我。哼，少在这阴阳怪气，等会儿有你好受的。孙嬷嬷到。今日老教叫你们调制西香，此香乃西域贡品，1两香10两金。调香需静心凝神，若是谁敢毛手毛脚毁了御赐香料，按宫规立刻杖责20，逐出储秀宫。杖责20，逐出宫门，这不就是我要的完美剧本吗？沈青兰，调香要如春风拂柳，你这般用力是在捣蒜吗？回嬷嬷，这香料实在太呛人了。臣女从小就有鼻炎，闻不得这些花里胡哨的味道。不如您现在就打我20大板，把我赶出去吧！你放肆！进了这皇家学堂，就算你有喘疾，也得给老身把香调完。竟然敢嫌弃御赐贡品，老身今天非要教你规矩！我的眼睛！沈清扬，你居然敢毁了御赐香料！反了，简直反来人！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贱人给我绑起来，狠狠的打，打死不论！来，绑紧点，千万别手下留情，记得用最大的力气把我扔出宫门。谢谢各位大姐了，吵得本公主头风都犯了。公主千岁！太好了，惹了这沙丘公主，沈青兰这次就算有9条命也不够砍的。本公主在御花园遛马，就听见你们这里鬼哭狼嚎的。刚才谁在闹事？皇宫第一大反派公主，传说中一言不合就抽人鞭子的活祖宗，稳了！见本公主为何不跪？我不光不跪，我还觉得这破香难闻死了。什么狗屁安息香，一股子烧焦的臭虫味儿，熏得我直犯恶心。吹了就吹了，怎么着吧？公主既然嫌我吵，不如直接下令把我开除。为了江南大宅院，这波不亏。好胆识，好气魄！宫里这群女人，见了我哪个不是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大气都不敢出，满嘴的阿谀奉承，虚伪的让人作呕。你说的太对了，这什么破安息香，本公主也觉得难闻透顶，每次闻到都想打喷嚏。不是，公主，我刚才骂了你，我还顶撞了嬷嬷，我蔑视皇权，我罪大恶极。本公主说你对，你就是对的，真实不做作，直言不讳，甚合我的胃口。孙嬷嬷，你给本公主竖起耳朵听好，沈青兰，本公主保了，从今天起，她就是我楚明珠的结拜闺蜜。谁要是敢动她一根头发，本公主抽烂她的嘴。青兰，走，这破制香课咱们不上了。本公主带你去御膳房吃烤全羊，晚上咱们睡一个被窝，彻夜长谈。不去，我要回去闭门思过，我要被淘汰。思什么过？有本公主在，这后宫你横着走。明珠见过太傅大人。太傅大人，青兰性格豪爽，真实不做作，深得我心。本公主已经收她做闺蜜了。姑娘不拘小节，行事别具一格，每次都能出人意料，微臣也是大开眼界。这股倒霉蛋吗？你的这盘棋下的越来越有意思了，本官拭目以待。毁灭吧，赶紧的！我这辈子怕是出不了这个新手村了。不行，我今天必须干票大的。
这后宫的 NPC 全员降智，一般的犯错根本淘汰不了我。小姐，您快把那块砖头放下吧，您这是要去砸谁的闷棍啊？这要是被抓住了，可不是出宫那么简单，那是直接要流放宁古土的。流放宁古土，那感情好啊！天高皇帝远，我让我爹多塞点银子，去了那边买几百亩黑土地种大豆。岂不是美子？小姐，奴婢求求您了，咱们安分点行吗？杀人放火那是死罪，会连累我爹不行。唉，偷盗御物太没技术含量，看来只有同僚手段残忍这一条路最稳妥了。只要我找个不顺眼的狠揍一顿，最好当着所有人的面，看那个瞎眼的贵婆婆还怎么保我。嘘，有情况。春桃，你听着，趁着夜深人静，把这厌胜之物塞到沈清兰那贱人的床底下，千万藏好。明日一早，我就去向桂嬷嬷举报她行巫蛊之术，诅咒后妃。小姐，巫蛊之术，咱们完了！天助我也，真是天助我也！林妹妹简直是我的知音啊！这种好人事事怎么能让别人代劳？我自己来。你偷听我们说话。林妹妹，你这手工活做得可以啊，针扎得这么密，一看就是用了心的。你放心，这黑锅我背定了。为了确保罪名成立，我觉得咱们有必要把事情闹得再大一点，最好把整个储秀宫的人都喊醒。放开我，你个疯女人！今天不给你加个当众的戏码，我都对不起你这大半夜的辛勤付出。救命啊！杀人了！林妹妹，清醒一点，这就送你一个免费的头部水疗套餐。来人啊，快来看啊！尚书府千金沈清兰目无王法，当众谋害同僚了，性质恶劣，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啊！快去报官啊！大半夜的吵什么？成何体统？嬷嬷，您可算来了，您都看到了吧？我沈清兰心狠手辣，暴虐成性，手铐脚镣给我安排上，直接送冷宫或者慎刑祠，绝无怨言。嬷嬷，救命！沈清言他是个疯子，他要杀了我！沈清言，你竟敢在储秀宫行凶！知道，我在犯罪，我在免受后宫法纪。嬷嬷您别犹豫了，快下令抓我吧！等一下，老奴参见公主。这林白柳怎么得罪你了？公主殿下救命啊！臣女只是起夜出来偷钱，她突然冲出来，二话不说就把臣女按进水缸里，她这是要谋杀呀！这是什么东西？天哪，这是厌胜之术用的巫蛊娃娃，上面还有生辰八字。大胆贱婢，竟敢在宫中行此等恶毒的巫蛊之术！若不是青兰今夜及时发现，这脏酒是不是就要泼到别人身上了？老奴明白了，老奴全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你们以为沈姑娘是在无故行凶吗？沈姑娘分明是早就察觉了林白柳的险恶用心。这巫蛊娃娃何等恶毒，一旦事发，必将牵连无数无辜。沈姑娘为了保护大家，为了维护后宫的清明，不惜背负上行凶施暴的恶名，也要将这毒妇当场拿下。沈姑娘，你大智大勇，铁腕立威，宁可自己双手沾满泥泞，也要将罪恶扼杀在摇篮之中。老奴钦佩至极。多亏沈姐姐妥善处理，免去我们不少麻烦。沈姐姐热心周到，多谢沈姐姐相助，我们会多加学习。青兰，你为什么这么傻？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你们这群人的脑子到底是用什么做的？我只是想打个人被开除而已啊！为什么我又成了拯救苍生的英雄了？这破游戏到底还让不让人玩了？主子，那沈家大小姐行事毫无章法，却又每每能切中要害。今夜这一手铁腕立威，不仅彻底废了林白柳，还顺理成章地收服了所有秀女的心，连明珠公主都对她死心塌地。此女心机之深沉，手段之狠辣果决，实在令人胆寒。心机深沉？不，她那是真的想把自己作进冷宫，只可惜这世上蠢人太多，反而把她捧上了神坛。主子，您的意思是，她真的是在胡闹？一个拼了命想逃离这盘棋局的猎物，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掌控全局的女王。
传令下去，把今夜林白鹿行巫蛊之术的消息悄悄透给柔妃。本官倒要看看，面对柔妃的疯狂报复，咱们这位铁焰立威的沈小姐还能不能继续把这出摆烂的戏唱得如此精彩绝伦？沈青兰，你成功的引起了本官的注意，你想跑？这深宫这朝堂，本官不点头，你插翅难飞。沈姐姐早，沈姐姐辛苦了，我们来伺候沈姐姐洗漱。你们干什么？都给我出去！我是来落选的，不是来登基的。沈姐姐又在说笑了。您高风亮节，为了保护我们，不惜背负骂名，我们伺候您是应该的。就是，以后在宫里，谁要是敢给沈姐姐使绊子，我们第一个不答应。今日文试不考诗词歌赋，只考一题：国之栋梁，志在何方？限时1个时辰，开始吧。终于到了我最擅长的环节——淬炼蔑视考场交白卷。这总该是蔑视圣意，铁定能被赶出去了吧？小姐，这可是皇上亲自监视，您要是交白卷，老爷的官帽真的就保不住了。求您随便写2句吧，哪怕抄2句《三字经》也行啊。有道理，那我就真完蛋了。我必须交一份让他们绝对无法圆回来的答卷。我要干票大的，完美。完美！这硕大的王八不仅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我毫无大志，只想王八当到底的咸鱼心态，更是对这庄严肃穆的考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我看这回那个死太师还怎么给我圆！交卷！啊！这才1炷香的时间，你就写完了，呈上来给朕看看。回皇上，臣女才疏学浅，大字不识几个，实在写不出什么经世治国的大文章。这就是臣女的志向，请皇上过目，然后赶紧把臣女开除吧。放肆！荒唐沈青兰，你当朕的保和殿是市井戏台吗？国之栋梁的考卷上，你竟然给朕画了一只王八吧！皇上息怒啊！臣女真的是个废物，从小就不学无术。这王八画的虽然丑了点，但也是臣女一笔一画用心勾勒的。您看，这不仅是对考堂家威严的挑衅，臣女罪该万死！恳请皇上立刻处夺臣女选秀资格，将臣女乱棍打出皇宫。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刁女！来人，把这个藐视朝堂的狂徒给朕拉下去！重责！慢着！闭嘴啊，你个死反派！你一开口准没好事，你别说话！皇上息怒，微臣倒觉得沈姑娘这份答卷堪称绝妙。太傅，你莫不是在说笑？这明明就是一只丑陋王八，何来绝妙之说？对，皇上英明，这就是一只最普通的用来骂人的王八，没有任何深意。您快打我板子吧！沈姑娘过谦了，你这话中之意，若是微臣没有猜错，并非市井之王八，而是上古神兽玄武。你放屁！神特个玄武！这就是我在路边池塘里抓的那种绿毛龟，我还特意写了王八2个字，你没看到吗？皇上请看，这2字看似王八，实则比例千钧，暗藏玄机。王字代表着王道霸业，八字乃四面八方之意。沈姑娘借这2字，是在暗示我大启朝应当以王道治天下，威震四海八荒。哦，竟有此等深意？不是，没有，我绝对没有。太傅，你不要过度解读啊！你语文老师没教过你不要脱离文本吗？再看这幅画，形似龟，却无壳上纹理。这并非沈姑娘不善丹气，而是大巧若拙，大道至简。周易有云：玄武，北方之神，主蛰伏，主长寿，
主深谋远虑。今日文社之题为“国之栋梁”，旁人皆在纸上谈兵，哼，用华丽辞藻粉饰太平，唯独沈姑娘，她用一幅玄武图告诉皇上。真正的国之栋梁，绝非锋芒毕露之辈，而是应当如玄武一般，能忍辱负重，能折服于泥泞，面对非议不动如山，在国家危难之际，方能一鸣惊人，背负起江山社稷之重。皇上，结合沈姑娘在初选时的泰然自若，以及昨夜擒拿巫蛊之人的铁腕果断，微臣敢断言，沈姑娘此话正是在表明她愿做大启朝那只默默无闻却能定海神针般的玄武啊！此等胸襟，此等格局，堪称国士无双。原来沈姐姐的境界竟然如此之高，王道治天下，威震八方。天哪，我等还在为几句诗词沾沾自喜，沈姐姐的心中装的却是整个天下。哈哈哈，好一个大巧若拙！哈哈哈哈！太傅所言极是，朕险些错过了一位绝世奇才呀！沈青兰，你这份答卷立意深远，格局宏大，朕判你文试甲等第一，99分，少给1分是怕你骄傲。承让。小无限，你大爷的！指鹿为马，你也是个好手啊！神特的玄武，那就是个王八，就是个王八！沈清言，你这等奇女子，若是困在这后宫之中，与一群女人争风出醋，实在是大材小用，委屈了你的国士之才。皇上圣明，皇上说的太对了，臣女不配待在后宫，臣女这就滚出宫去，回老家种田，绝对不在这儿浪费国家粮食。种什么田？朕大启朝岂能埋没人才？太傅啊，朕看这满朝文武，唯有你的才华与智谋，能与沈姑娘这玄武之志相得益彰。你至今未婚，府上正缺个当家主母，朕今日便做个顺水人情。皇上，您什么意思？传朕旨意。户部尚书之女沈清兰，品貌端庄，胸怀天下，与当朝太傅萧无言天造地设。朕特赐婚二人，则即日完婚，钦此。赐婚？赐给那个权术最大的腹黑反派，那个动不动就扒皮凑筋的火阎王萧无厌。皇上，臣女有隐疾，臣女克夫。皇上放心，微臣命硬，专克一切隐疾。微臣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好一段天作之合！我的落选大业，我的江南大宅院，我他妈到底造了什么孽，要被这个死变态缠上？翠柳，别愣着了，快把我枕头底下那2盒东珠拿过来，还有梳妆台上的金叶子，全都塞进包袱里，快快快！小姐，咱们真的要跑吗？皇上可是下了圣旨的，逃婚可是诛9族的大罪，老爷会被砍头的。我爹那只老狐狸八面玲珑，早就给自己留好退路了。皇上顶多骂他2句娇女无方。再说了，留下来嫁给萧无怨那个活阎王，我不仅会死，还会死得很惨。你忘了他今天在考场上是怎么指鹿为马，硬生生把一只王八说成神兽玄武的吗？这种阅读理解能力满分的变态，我一天都跟他过不下去。走，咱们去江南。我包袱里的钱够咱们买下半个扬州城了。可是外面有护院巡逻啊！怕什么？后花园西败角的狗洞，我8岁的时候就打通了，直通外面，直通城外的杭城河。只要钻出去，咱们就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江南的俊俏小账房们，你们的老板娘来啦！夜路深重，夫人这般迫不及待的想要见为夫，连尚书府的正门都不走，非要钻着方寸之地，真是让为夫受宠若惊啊！这位大人，您认错人了，小人是来尚书府修水管的泥瓦匠，路过，只是路过。萧无厌，你大爷的，懂不懂什么叫看破不说破？夫人这易容术着实精妙，若不是为夫提前1个时辰在此等候，怕是真要被夫人给骗过去了。你提前1个时辰就在这儿堵我，你怎么知道我要跑？夫人那幅玄武图已将夫人的心智展露无遗，玄武扇城府亦然金蝉脱壳。为夫想夫人大智若愚，多半会选择在这个月黑风高之夜，提前微服私访太傅府，所以为夫特来迎接。神特个微服私访，神特个金蝉脱壳，这男人的脑补能力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太傅大人，太傅大人，太傅大人！爹，救命啊！这行侠都要强抢
民女！太傅大人，您对小女真是情深意重啊！大半夜的还亲自来接亲。小女顽劣，不懂规矩，竟然等不及黄道吉日，非要翻墙去找您，真是女大不中留啊！爹，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是要逃婚啊！小女这是害羞了，下官已经命人连夜把第一批嫁妆打包好了，请太傅大人顺便一起带回府吧。以后这丫头生是太傅府的人，死是太傅府的死人，您随便打，随便骂，下官绝无半句怨言。沈大人深明大义，本官甚是欣慰。既然岳父大人如此通情达理，那本官就提前将夫人接回府，悉心教导了。沈百万，你卖女求荣，你不配当爹！我不是你亲生的，对不对？放开我，我的江南，我的赵方先生！小姐，您一晚上没睡，喝口热茶吧。这是太傅大人特意吩咐厨房给您熬的参汤。喝什么参汤？我现在的怒火能烧开一整条护城河。既然跑不掉，那就只能从内部瓦解敌人了。我要开启太傅府拆家副本，我要让他倾家荡产，鸡犬不宁，让他一看到我就觉得恶心，跪着求皇上受贿成命。那小姐打算怎么做？管家，管家死哪儿去了？夫人有何吩咐？这院子太寒酸了，一点都不符合我尚书府千金的身份。把这些破石头烂竹子全都给我拔了，换成纯金打造的招财猫，道路两边给我铺上翡翠玉石。还有，我屋里那些紫檀木的家具颜色太暗，劈了当柴烧。夫人使不得啊！这院子里的太湖石是前朝大儒留下的绝版孤品，那紫檀木家具是千年金丝楠木打造的，价值连城。怎么，本夫人府说话不管用？你要是做不了主，我就皇上面前告状，说萧无轩苛待新婚妻子。老奴不敢，老奴这就去办。折腾了一晚上，饿死我了。走，翠柳，咱们去厨房觅食。哇，好肥的鱼！这纹理，这肉质，一看就是散养的极品走地鱼，拿来烤破绝对香。你们几个下去捞3条最肥的上来。对，就是那条金红色相间的，快点！夫人，全天下就这么10几条，太傅大人宝贝的跟眼珠子似的，连喂食都要亲自来，吃不得。什么龙鱼虫鱼的，不就是用来吃的吗？少废话，赶紧捞！出了事儿我担着。翠柳，去把厨房的孜然、辣椒面、粗盐都拿过来，顺便找点引火的柴火。是，小姐。小姐，咱们真的会死无全身的，这可是御赐的鱼啊！怕什么？御赐的烤起来才香，真不愧是贡品，这肉质绝了！哎呀，这火怎么变小了？翠柳，你去萧无烟的书房看看，有没有什么废纸、破书之类的，拿点过来引火。我的老天爷啊！大人啊，夫人他把后院的五色龙鱼给烤了吃了整整3条啊！不仅如此，他还把您书架上那本失传了500年的仙奇妙孤本当柴火给烧了，现在还要把院子里的太湖石全都砸了，换成金疙瘩。夫人这是疯了呀！大人，您快管管吧，再不管，太傅府就要被夫人拆绝户了呀！不拘泥于外物，视金钱如粪土。好一个未见民事之风！大人，你说什么？你懂什么？在世人眼中，那五色龙鱼是奇珍异宝，那古籍孤册是无价之宝。但在夫人的眼中，它们不过是果腹的食物和取暖的柴火罢了。他这是向本官证明，真正的国士绝不会被这些外物所羁绊。他故意做出这等骄奢淫逸、毁坏宝物的举动，实则是在考验本官的心胸，是在试探本官是否配得上他那超然物外的玄武之志。烧得好，吃得妙，这等放荡不羁、率性而为的女子，才配做我萧无限的夫人。
那院子里的太湖石，砸！夫人既然喜欢金子，那就把库房里那10万两黄金搬出来，给她熔了做招财猫铺路。另外，去告诉厨房，再去黑市高价悬赏买10条不。买20条五色龙鱼回来，放到后院的池子里，让夫人天天烤着玩。要是柴火不够，本官书房里的书，夫人随便烧。太傅要亡了！夫人既然如此雅兴，为夫自然要亲自去后花园陪夫人一起品尝这明世之鱼。沈青兰，本官看你还能给本官带来多少惊喜？奇怪，怎么感觉背后凉飕飕的？难道是夏无夜那个死变态已经被气得提刀在赶来的路上了？太好了，终于可以滚蛋了！站住！别过来！你都看到了吧？你的宝贝龙鱼，你的绝版孤本，全都被我毁了。夫人这手烤鱼的功夫，当真是一绝。隔着大半个太傅府，为夫都闻到香味了。不知夫人可否赏脸，让为夫也尝尝？你没病吧？这是五色龙鱼，全天下就10几条，我把你最心爱的东西吃了，你不应该暴跳如雷，然后立刻进宫求皇上赐我一纸休书吗？我还要把你院子里的太湖石全都砸了，换成俗不可当的金元宝，我要让你这高雅的太傅府变成暴发户的猪圈。夫人若是喜欢金子，10万两够不够？不够的话，为夫明日在朝堂上多填和几个贪官，抄了他们的家典来给夫人铸金元宝。疯了，你绝对是疯了，你有严重的受虐倾向。夫人大智若愚，是这世间俗物如草芥。夫人这等超然物外的未尽风魂，为夫爱慕还来不及，怎会生气？停！神特的未尽风度，我就是单纯的败家，我就是想让你讨厌我，你能不能别脑补了？火是不是快灭了？去本官书房的暗格里，把那副王羲之的真迹拿来，给夫人引火。太傅大人饶命啊，奴婢不敢，那可是价值连城的真迹啊！你够了！你以为你这样顺着我就会感动吗？我告诉你，我沈青兰就算饿死，死外边，从太傅府的墙上跳下去，也绝对不会跟你这个变态过日子。大人，瑞王府送来请帖。瑞王，那个在朝堂上天天和本官作对的老匹夫，他送请帖做什么？瑞王明日在府上举办春日赏花诗会，广邀京城名流。这帖子上特地点明了，务必携新婚夫人一同前往。黄鼠狼给击败你，却就是瑞王明知夫人以一幅画名震天下，他这是想借诗会之名，好让本官下不来台。大人所言极是，而且老奴打听到，那个被赶出宫的林白柳林姑娘，如今被瑞王的侧妃收留，明日也会出现在诗会上，这分明是一场鸿门宴啊！大人，咱们还是称病推辞了吧。回绝了，就说夫人偶感风寒，不便。等一下，谁说我感风寒了？我身体好得很，我能一口气吃3条烤鱼。这诗会我去定了。夫人可知，这是一场针对你的局。林白柳对你恨之入骨，瑞王又一心想抓本官的把柄，你若去了，必是众矢之的。众矢之的，太好了！太傅大人放心，我沈青兰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也知道出嫁从夫的道理。瑞王既然敢挑衅你，我作为太傅夫人，怎么能当缩头乌龟？我必须要去现场，好好的表现一番，绝对让全京城的人都对太傅府刮目相看。内部拆家你不怕，那我就去外面拆。我要在全京城的达官贵人面前装疯卖傻、胡言乱语，把太傅府的脸面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到时候面对满朝文武的弹劾和皇家的颜面扫地，我看你还怎么护着我！既然夫人有如此雅兴，为夫自然奉陪到底。明日为夫便陪夫人去瑞王府大杀。谁要大杀四方了？我是去送人头的。翠柳，走，回房，我要去挑明天参会的战袍。大人，您怎么能由着夫人胡闹呢？夫人她大字都不识几个，明日要是当众出了丑，咱们太傅府的100年清誉可就毁于一旦了呀！百年清誉，本官的清誉向来是靠手里的刀杀出来的。什么时候轮到几首酸诗来评判了？他想闹就让他闹，本官倒要看看瑞王那群土鸡瓦狗能不能接得住本官这位玄武夫人的惊世之举。传令下去，明日暗卫倾巢而出，潜伏瑞王府4周。若是有人敢伤夫人半根毫毛，那就让瑞王府的春日诗会变成冬日葬礼。把那件正红色的牡大大袖衫给我穿上。
对，就是最艳的那件，里面搭那条翠绿的百褶裙，红配绿，带狗屁！我要做整个诗会上最瞎眼的调色盘。小姐，不能穿啊！这颜色搭配简直是乡野村妇的打扮，会被京城那些闺女们笑掉大牙的。太傅大人的脸往哪儿搁啊？我要的就是笑掉大牙。太傅大人的脸，我今天就是去当众扇他脸的。来，再给我头上插满金钗，最好是一走路就叮当乱响的那种。要把暴发户的气质拿捏得死死的。完了，太傅府今天算是彻底没脸见人了。怎么样啊，太傅大人，是不是十分端庄大气，特别符合太傅夫人的身份？你要是觉得丢人，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赶紧休了我！红如烈火，绿如春柳。夫人这身打扮，打破了京城贵女们千篇一律的素雅寡淡，简直是独树一帜，别具匠心。这等敢于挑战世俗眼光的魄力，真不愧是本官看中的女人。夫人，请上车。今日这京城，定要为夫人的风采所倾倒。小无厌，你的审美是不是连同你的脑子一起被门夹了？我穿成个红绿灯，你也能夸出花来？你到底是个什么品种的怪物？沈青兰，我定要将你粗鄙无知、水性杨花的真面目公之于众！我要让你身败名裂，永远滚出京城！太傅大人，太傅夫人到。这就是那位画出玄武图的绝世才女，这打扮是不是有点太奔放了？什么奔放，简直是不伦不类。乡野村妇都比她穿得素气，太傅大人那般光风月月的人物，怎会娶了这样一个活宝？对，就是这个眼神。鄙视我吧，嘲笑我吧，尽情的发挥你们的毒舌吧！今天我要是不把萧无烟的脸丢光，我就不姓沈！呸！太傅大人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这位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傅夫人吧？夫人这身衣裳，当真是独具一格，夺人眼球啊！那是，这可是我挑了半个时辰才搭出来的战袍，红配绿，赛狗屁！王爷，您要是喜欢，回头我也给您做一套，保证您穿上就是京城最靓的老头。放肆！粗鄙！放肆！放肆！粗鄙！竟敢对王爷口出狂言！夫人真是快人快语。王爷息怒，沈姐姐一向如此率真，毕竟姐姐可是能把王八说成神兽玄武的奇女子，世俗的礼仪和审美，姐姐自然是不放在眼里的。今日既然是诗会，在座的皆是我大启朝的饱学之士。听闻沈姐姐才高八斗，胸怀天下，不如今日就请姐姐赐教一二，也让我等开开眼界。在下王之睿，久仰太傅夫人国士无双的伟名，在下正好有一治国之策不明，想向夫人请教。敢问太傅夫人，如今北疆不稳，流民涌入京畿，致使国库空虚，治安混乱。若朝廷以重警治乱，则流民必生怨恨，恐生民变；若朝廷以仁政安抚，开仓放粮，则国库难支，必将拖垮朝廷，进退维谷之际。夫人以为此局该当何解？沈青兰，你这个连三字经都背不全的草包，我看你今天怎么死！来了，送死题他终于来了！来了，送死题他终于来了！这种国家大事，我特么连听都听不懂，这把稳了！只要我胡说八道一通，绝对能把这群古人雷得外焦里嫩。就这，我还以为多难的题呢，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这群当官的居然还天天愁得掉头发，脑子被驴踢了吧？你放肆！你竟然说简单，那你倒是说出个字丑音肘来呀！这还不简单？你们这群当官的，天天就知道割韭菜，那些流民和老百姓就是地里的韭菜，你们光知道拿镰刀割，从不给人家浇水施肥，还天天站在高处给他们画大饼。割什么菜？画什么饼？画大饼不懂吗？就是你们天天出个破告示，说大家再忍忍，只要挺过今年，明年就有肉吃。结果呢，大饼是假的，老百姓连画上的芝麻都舔不到，现在韭菜都被你们连根拔起了，没得割了。你们知道慌了。
要我说，遇到这种事就应该让大家集体躺平，别折腾了。让你们这群肥头大耳的贪官把吞进去的钱全给我吐出来，然后给韭菜们放几个月的带薪年假，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带薪年假，这都是些市井污言秽语，简直狗屁不通，荒唐至极。沈姐姐，你这是急疯了吗？拿种菜来谈治国，还说出这等粗鄙不堪的疯话，你把这瑞王府当成菜市场了吗？太傅大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怎么样啊，萧太师？听完我这番粗鄙不堪的言论，你是不是觉得特别丢人？是不是气得想当场把我休了？快，休书我已经准备好纸笔了，你直接签字画押就行。绝妙，简直是旷古烁今的绝妙之论。不是吧？又来！你莫不是在鞭辟夫人？这等狗屁不通的疯话，何来绝妙之处？你是蠢货懂什么？夫人这番话句句如刀，句字诛心，直指我大齐朝政的臣歌顽疾。诸位且听。夫人将百姓比作韭菜，此欲何等精妙！韭菜生生不息，只要根在，便能迎风而长。这正象征着我大齐百姓坚韧不拔的生命力。然而，若是为官者只知贪得无厌的歌，不识仁政，不与休养生息，那便是刨断了国之根本。再看画大饼三字，这难道不是在痛斥你们这群尸位素残的言官和贪官吗？你们天天在朝堂上纸上谈兵，颁布那些看似美好实则毫无用处的空头帐令，欺上瞒下，不给百姓实质的救济，这不是画饼诉柯是什么？最让本官震撼的是夫人最后提出的躺平之策。何谓躺平？这分明是道家老子所言的无为而治。夫人是在告诫朝廷，此时切不可再用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去折腾流民，应当开国库，严查贪腐，让你们这群当官的全给本官吐出来，给予流民足够的安家之资，让他们得以休养生息，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呀！夫人寥寥数语，用最通俗易懂的市井之言，将深奥的治国大理剖析得淋漓尽致，不仅狠狠扇了某些只知空谈的酸腐文人一记耳光，更是为大启朝指出了一条明路。夫人之才，堪比管仲、乐毅，微臣拜服。天哪！大象无形，大音圣声。太傅夫人竟然用如此通俗的比喻，阐述了最深刻的治国之道。大道至简，这才是真正的智者呀！王之睿那个蠢货，还以为能掉下，结果被夫人用大白话按在地上摩擦。夫人高见，我等受教了。这不可能！他说的是疯话！你们是不是都被吓哭了？萧无厌，你这个终极脑补怪，你到底考了多少个博士学位啊？我特骂就是在骂街，我就是在单纯的发疯啊！放过我吧，我真的不想再装逼了。礼部诏书送东海夜明珠一箱，大理寺卿送和田玉如意一对。还有，城东那个最有钱的盐商直接送了3万两白银的银票，说是为了感谢夫人那句韭菜大饼论，让他醍醐灌顶，懂得了要善待手下长工。别念了，翠露，你再念一句，我就死给你看！小姐，您这是怎么了？现在全京城都在传颂您的威名，说您是百年难遇的治国奇才，连皇上都私下赏赐了好多东西。您现在可是大启朝最风光的女人了呀！风光个屁！懂不懂什么叫捧杀？你懂不懂什么叫骑虎难下？我本来的人设是粗鄙无知、水性杨花的败家娘们儿，只要稳住这个人设，萧无轩那个死皮皮迟早会休了我。可现在呢？现在我成了心怀天下的活菩萨，我不管干什么离谱的事，萧无泽那个终极脑补鬼都能给我强行升华。我就是当着他的面拉一坨屎，他估计都能写出一篇黄白之物遍地话来赞美我。那不是挺好的吗？太傅大人这么宠您，好个锤子！他那不叫宠，他那叫变态的控制欲。不行，这种每天都要被迫装逼，随时可能露馅掉奶头的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今晚
我必须走，而且是物理意义上的走。小姐，您又要钻狗洞？可是自从上次您钻过之后，太傅大人已经让人把府里所有的狗洞都用铁水浇死了。哼，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不让我走地下，那我就走天上。这是什么？纯金打造的终极飞虎爪，我昨天用萧无言给我的金元宝，在后院的小国房里自己融了打出来的。今天晚上我就用这玩意儿翻过太傅府那3丈高的北墙，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留得住我的人，留不住我的心。为了江南，为了小账房，为了自由，走你！完美，你简直是个天才！萧无厌，你个杀千刀的，把墙修这么高干嘛？防贼还是防老婆啊？成功了，我终于逃出这魔窟了。夫人今夜的修行似乎格外刻苦，这3丈高的绝壁，夫人竟能徒手攀咬，为夫实在是大开眼界。萧无言，你大半夜的不睡觉，爬到墙头上干什么？你属猫头鹰的吗？为夫若是不上来，岂不是错过了夫人这番金钩挂月的精彩绝技？用纯金打造飞虎抓，这等奢靡又粗暴的逃跑方式，放眼天下，唯有夫人一人想得出来。太傅大人误会了，我这不是逃跑，我这是在进行极限运动。对，跑酷，我在锻炼身体呢。这上面的风景真不错哈。哦，极限运动，那夫人背着这一包袱的银片和地剂，也是为了增加负重。对，负重训练，这样锻炼效果更好。哎，行了，我锻炼完了，我这就下去睡觉。完了，这下就算不死也得办惨了。我的江南梦彻底碎了。干嘛放开我？男女授受不亲。逃婚、钻狗洞、拆家、烤龙鱼，现在又翻墙。沈青兰，你为了躲我，还真是花样百出。既然你都知道我是为了躲你，那你还强留着我干嘛？萧无妖，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根本不是什么大智若愚的才女，我就是一个粗鄙不堪、自私自利、满脑子只想着搞钱的俗人。那张玄武图是我胡乱画的，韭菜大饼论是我瞎编的骂人话。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你画的是王八，我也知道你是在骂街，我更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激怒我，让我休了你。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因为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你带给我的惊喜，这满朝文武，甚至这天下人都给不了。可是你不同，你真实，你鲜活，你哪怕是在胡闹，在发疯，都透着一股把这虚伪世道撕碎的痛快。你就像一团火，烧进了我这潭死水里。你以为这大启朝的朝堂是什么好地方？不过是一个充满了算计、虚伪、令人作呕的烂泥潭。我萧无厌在这泥潭里杀伐半生，早已厌倦了那些戴着面具的蠢货。你让我觉得，这无聊的人世间，终于有了一件值得我拼尽全力去握住的珍宝。疯了，他真的疯了！他不仅有乐队理解障碍，他还是个终极疯吧！萧无厌，你清醒一点！我不爱洗澡，我睡觉打呼噜还磨牙，我花钱如流水，我还会家暴，我是一条剧毒的毒蛇，谁沾上谁倒霉！不洗澡，我亲自为你沐浴；打呼噜，我刚好浅睡为你守夜；花钱如流水，我便将这天下的财富都搬到你面前，让你挥霍。至于家暴，只要夫人能打得过我，为夫任你处置。你说你是毒蛇，那太好了，我萧无厌本就是这世上最烈的毒药，以毒攻毒，你我天生绝毒。完了，我这辈子算是交代在这里了。宝库结束了，夫人。夜深了，该跟为夫回房歇歇了。从今往后，你可以继续拆家，但这太傅夫人的位置，你生要坐着，死也要给我站着。想跑，除非我死。行吧。
既然离不开了，那就毁灭了。大启朝的各位 NPC 准备迎接本太傅夫人的终极降维打击吧！自从那个月黑风高的翻墙之夜，被迫听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毒蛇配毒药表白后，彻底摆烂的极致清澈，我彻底悟了，在这个皇权至上且全员脑补狂魔的书中世界，凭借我那点可怜的物理逃生技巧，根本逃不出萧无厌的五指山啊！既然反不了，那就只能躺平享受了。于是，大启朝最特立独行的太傅夫人诞生了。每天睡到日上三竿，顿顿山珍海味，看谁不顺眼就直接开怼。而那个权倾朝野的活阎王萧无厌，不仅没有丝毫不悦，反而把我当成了祖宗一样供着，甚至回上朝前都要亲自替我捏好被角。哎，这金丝雀的日子，除了有点费腰，其实也挺香的。我不活了，你快救救我！公主殿下，您这是又在哪儿受委屈了？谁敢惹您啊？您直接拿马鞭抽他丫的！抽不得，这次北帝国的使臣，那个北帝大皇呼延拓，带着10万大军陈兵边境。非要父皇将我赐给他和亲。父皇虽然心疼我，但满朝文武都忌惮北狄的兵力，正在朝堂上逼父皇答应呢。和亲？去那鸟不拉屎、风沙满天的北狄大草原？对啊，而且我听说那个呼延拓身高8尺，壮如黑熊。最可怕的是，他1年才洗1次澡，身上还有狐臭。青兰，我要是嫁过去，还不如直接悬梁自尽算了。1年洗1次澡，这绝对不行，这是生化武器啊！我沈青兰的结拜闺蜜怎么能去闻这种毒气？青兰，你最聪明了，你连治国的韭菜大饼都能想出来，你一定有办法帮我搅黄这桩婚事，对不对？神特的韭菜大饼，我那就是瞎说的。行，这事儿我管了。对付这种嚣张跋扈的野蛮人，咱们就得用魔法打败魔法。什么魔法？公主，你听说过发疯文学吗？大启皇帝，我北狄10万铁骑已在边境饮马。今日我诚心求娶明珠公主，结两国秦晋之好，这是给你们大启面子。呼延皇子，明珠乃朕的掌上明珠，自幼娇惯，恐难以适应北狄的公寒。娇惯才好，本皇子就喜欢驯服这种中原的烈马。今日这公主你们教也得教，不教也得教。看把你闲的，人家都骑到你们皇室脖子上拉屎了，你这个太傅也不管管。为夫若是管了，夫人今晚这出精心准备的大戏，岂不是没有用武之地了？你知道我要干嘛？夫人下午在后厨房，又是要姜黄粉，又是要草木灰，还让翠柳去收集极细的面粉，这等奇特的菜谱，为夫自然好奇。夫人放手去玩，天塌下来，为夫给你兜着。这男人简直是个妖孽！什么人装神弄鬼？明珠，你这是在做什么？成何体统？这就是你们大启的公主，她莫不是得了失心疯？玛卡，我是一朵阴暗爬行的蘑菇，我分裂，我扭曲，我在阴暗的角落里阴暗的爬行，我要把你们的脑髓都抽干，用来交换。这还是那个骄傲的明珠公主吗？这分明是被恶鬼附体了！干得漂亮，这情绪饱满度，这肢体动作，不拿奥斯卡都去掉了。放肆！敢在本皇子面前装疯卖傻！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他吐血了！不对，这是妖术，这是魔鬼降临！这还没完！天狼神怒，凡触碰无身者，必遭业火焚身，死无全尸。大启皇帝，这是诅咒！你们的公主是被天狼神诅咒的妖女，我们北狄不要了，坚决不要了！这和亲作废，作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青兰，我演的怎么样？那句阴暗爬行是不是特别有气势？完美，简直是影后级别的表演。这下你不用去草原吃沙子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太傅夫人在背后操控，她竟然用这等匪夷斯看似疯癫的手段，直接吓退了嚣张跋扈的北狄大军。好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沈青兰，你究竟用了什么仙家法术，竟能让清水化血？回皇上，哪有什么法术？那水里掺了草木灰，纸上涂了姜黄，至于那火，就是往火盆里撒了点面粉而已。雕虫小技，不足挂齿。皇上，
夫人过谦了，这哪里是什么雕虫小技，这分明是参透了天地造化之理的鬼谷之术。闭嘴！你快给我闭嘴！这不就是最基础的初中化学实验吗？跟鬼谷子有个毛的关系啊！诸位请想，面对北敌10万大军的压境，若用兵，必生灵涂炭；若和亲，则如我大喜国威。夫人这一计看似荒诞不经，实则精准地拿捏了北敌人迷信神明的弱点。他就地取材，用最平凡的草木灰和面粉布下这等惊天迷局，借力打力，攻心为上，不费一兵一卒，不花国库1分1毫，便让北敌大军灰飞烟灭。此等玩弄人心于股掌之间，化腐朽为神奇绝顶智谋，试问在座各位，谁能做到？草木灰化血，面粉生火，这分明是借用了天地五行之力呀！太傅夫人竟然连北铡人的心理都计算得丝毫不差，这等深谋远虑，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大齐有太傅夫妇2人，何愁天下不定？太傅夫人神机妙算，大喜万年。太傅所言极是。沈清言今日立下这等不世之功，保全了明珠，更保全了我大齐的颜面，朕要重重赏你。传旨。太傅夫人沈清兰智勇双全，护国有功，特封为1品镇国夫人，赐金牌令箭，见君不贵，后宫朝堂皆可横行无忌。我真的只是教他发了个疯，撒了一把面粉而已啊！为什么我又升官了？为什么我又成拯救国家的活神仙了？萧无厌，你这个脑补怪，我跟你拼了！夫人，咱们出来吃顿饭，您把太傅府的半个金库都带在身上干嘛？这要是丢了，太傅大人非扒了奴婢的皮不可。你懂什么？钱只有抱在自己怀里才是钱。自从我被封了那个什么破镇国夫人，每天都有人在太傅府门口蹲点儿，我只有把小金库随身携带，随时准备跑路，我心里才踏实。御林军办案，捉拿北敌细作。任何人不得走动，违者格杀勿论。不是吧？吃个饭也能遇到严打？这京城的治安也太差了吧！赵统领，我早就接到密报，说这醉仙楼里藏着与北勾结的国贼，您可得搜仔细了，千万别因为某人身份高贵就徇私枉法啊！林侧妃口谕，宁可错杀，绝不放过。搜！放肆！这是太傅夫人的雅作，你们怎么敢？找到了，这是我荆棘3大营的城防步兵图。上面还有北敌独有的狼头印记。沈清兰，你竟然敢私通北敌！我说你怎么能在太和殿上那么清楚地知道北敌人的弱点？原来你早就跟他们是一伙的！你这个卖国求荣的细作！这绝表是林白有这个死绿茶趁乱塞到他垫子底下的。镇国夫人，证据确凿，您还有什么话可说？来人，将这通敌叛国的罪妇拿下，查找太傅府，没收其全部家产，打入天牢。你敢没收我的钱？我告诉你，动我的命可以，动我的钱，我跟你拼命！死到临头还想着钱，赵统领，别跟他废话，赶紧抓人！荒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咎！就这破玩意儿，你们也管它叫城防图？白纸黑字，狼头印记，夫人难道还想抵赖？你们瞎了吗？这上面的线条弯弯曲曲，这哪里是城防图？这分明就是一碗红烧大肠的制作流程虫。这个圈是洗大肠的盆，这条线是切大肠的刀法。红烧大肠？你胡搅蛮缠！那上面的狼头印记又作何解释？狼头？那特妈妈是厨师用来给烤乳猪盖的简易合格戳，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这根本不是什么机密，这就是醉仙楼的绝密新菜单。夫人莫要狡辩，就算这是菜单，为何会藏在您的垫子底下？真正的细作到底是谁？真正的细作就是他，醉仙楼的钱老板。不可能，钱老板可是大善人啊，怎么可能是细作？沈清兰，你是疯狗乱咬人吗？钱老板在京城开了20年酒楼，底细清清白白，你为了脱罪，真是什么谎都撒得出来。夫人，若是没有证据胡乱指认，罪加一等。你们以为他隐藏得很好，错，他的破绽简直比城墙还大。证据一，就在这碗豆腐脑里。一碗豆腐脑能有什么证据？我刚才点的是甜豆腐脑，但他上的却是咸豆腐脑，里面竟然还放了香菜和辣椒。我们大起京城的人吃豆腐脑向来是加白糖的，只有常年生活在北敌苦寒之地、茹毛饮血的野蛮人才会在豆腐脑里放咸卤。证据二，看他的鞋，你们看他的右脚，鞋尖微微磨损，而且站立的时候重心总是下意识的偏向左边，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常年骑马，而且是北狄独有的左侧上马姿势，导致右脚受力不均。他在京城开酒楼20年，去哪儿骑那么烈的马？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酒楼掌柜，他是北狄潜伏在京城的谍报头子。一派胡言，一碗豆腐脑儿能证明什么？田老板，这个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我潜伏京城20年，为了掩人耳目，我连睡觉都说大器官话。我自以为天衣无缝，她竟然能从不经意上错的家乡口味豆腐脑里看穿我的伪装。更恐怖的是，他连我身为北狄皇家狼卫，习惯左侧上马的机密肌肉记忆都能一眼估破。大启朝的太傅夫人竟然恐怖如斯，我的身份彻底暴露了。哈哈哈哈哈哈！大启镇国夫人果然名不虚传，是我大意了。夫人神机妙算，竟然全中！我他妈就是为了保住我的钱随便瞎指的！这胖子还真是个间谍，这概率比买彩票中1个亿还低吧？这破世界的剧情还有没有逻辑可言啦？沈清兰，我自认伪装完美，就连大启皇帝都赐我人伤牌匾。今日栽在你的豆腐脑食人发上，我认栽，但你们休想抓住我！退后，全都给我退后！准备一匹快马，退后！别伤了林侧妃！你个死胖子，你当间谍就算了，你打断我吃饭就算了，你居然还敢吓唬我，害我把银票掉在地上弄脏了，不可饶料！北狄野贼，使老娘一记窝里跳步！啊！我的眼睛好辣，辣死我啦！就你这防具还想学人当刺客，连个防爆盾牌都没有，活该被爆头！卑职参见太傅大人。镇国夫人他用一碗豆腐脑识破了潜伏京城20年的北都西座头目，并且英勇出手，生擒敌手。夫人真乃神人也！赵统领，你只看到了表面，夫人今日这一局何其高明！来了，他又来了！求求别翻译了，我真的会谢。夫人早就查清了钱大富的底细，他故意带着巨额银票大摇大摆的来醉仙楼，就是为了引蛇出洞。林白柳那蠢货自以为陷害成功，殊不知这只是夫人将计就计，用来名正言顺搜查醉仙楼的引子。那句关于咸甜豆腐脑和左侧上马的论断，看似荒诞，实则是最高明的心理战。夫人是在用北狄最深层的风俗习惯击溃细作的心理防线，逼他自己跳出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谈笑间便将潜伏20年的敌国巨妖生擒华获。夫人这等洞察人心的鬼神之谋，微臣心服口服。镇国夫人威武，是我大吕旁的定海神针啊！毁灭吧，这该死的世界！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吃水煮肉片了，再也不吃咸豆腐脑了。有埋伏，保护太傅和夫人！你这样的，这什么情况？是天网阁的顶级杀手，看来瑞王那群老厨夫是真的狗急跳墙了。我操！这么多人，你到底贪污了多少钱，值得人家下这么大血本杀你？主子小心！小无言，你别吓我！你不是怀疑我吗？我怎么会死呢？夫人，别怕，凌风会拼死护你突围。若我死了，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太傅府的。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一定会好好花下去的。若我死了，我就让全太傅府的人给我殉葬，你也得进我的棺材。我操你大爷！你他妈都快死了还不忘拉我垫背！殉葬！我如花似玉的年纪，你要把我活埋！夫人，此刻有上百人，且都是顶尖高手，兄弟们快顶不住了！属下拼死撕开一个孔子，夫人您快带着主子逃吧！逃？往哪儿逃？这荒郊野岭的，我一个只会吃喝玩乐的宅女，背着个1.8米的壮汉能跑出10米就算我输，逃个屁！老娘今天要是成了寡妇，还要被活埋，我做鬼都不放过你们！全体都有，
把主子抬进那座破庙，给我死守！夫人，退入破庙就是死路一条，会被瓮中捉鳖的。少废话，听我的，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赶脚马车上那些粮草、灯油，还有厨房带的调料全都搬进去，快！他们插翅难飞了，给我把庙门撞开，一个不留！时间紧迫，全都听我指挥！现在放弃你们那些狗屁的排兵布阵，给我用魔法打败魔法！林峰，把所有的菜籽油、花生油，甚至火碴子里的油，全给我倒在门后的地上，倒得越匀越好，然后再撒上一层黄豆。是，可是夫人撒豆子干嘛？我要让他们体验一下什么叫丝滑的死亡。翠柳，把后厨带的那些辣椒面、胡椒粉、石灰粉全都给我混在一起，装在破庙的香炉和破布袋里，吊在房梁上。小姐，这太抢人了！你们几个，把破庙里所有的破铜烂铁、铜锣木鱼全给我找出来。等会儿刺客一冲进来，你们什么都别管，给我往死里跳！边跳边大喊：倒车，请注意！倒车？那是何物？就是让你们制造噪音，扰乱他们的心神，然后你们用长竹竿削尖了，躲在佛像后面给我瞎捅，千万别出去跟他们近战拼刀子，懂了吗？萧无轩，拿命来！啊！我的腿，地上有诈！就是现在，放生化武器，给我放！啊！我的眼睛好辣，好痛！这是什么毒气？我喘不过气了！稳住！闭气，听声辨位，杀了他们！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瓦卡巴卡阿卡瓦卡！第8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1、2、3、4，22、3、4。暗卫兄弟们，上竹竿，给我捅！给我捅！啊！再捅我屁股！卑鄙无耻！用手出来单挑啊！天地人三才杀阵，天地人三才杀阵，辅以撒豆成兵的奇门遁甲，这分明是失传了1000年的武侯奇门绝杀阵啊！夫人啊，夫人，你究竟还要给为夫多少惊喜？你这等惊才绝艺的奇女子，竟然甘愿为了救我，暴露你这压箱底的奇门遁甲之术！你嘴上说着想逃，心里早已爱我入骨了吧？神特个武侯奇门绝杀阵，这是小鬼之家古代低破版好吗？恶心死了，到处都是油，我这身新做的蜀锦裙子算是彻底废了。萧无厌，这笔账必须从你的私房钱里扣。好，太傅府所有的库房钥匙，明日全都交于夫人。你想怎么扣，就怎么扣。你放开我！你毒还没解呢，别把小身上！我是怕你死了拉我陪葬我才动手的，你别自我倒啊！夫人这口是心非的毛病，真是可爱的紧。你为了救我，连奇门遁甲都用出来了，还敢说心里没我？奇门遁甲？我那是撒黄豆，黄豆啊，大哥！把这些活口全部带回赵玉，敢动我萧无厌的夫人，本官要让他们九族皆灭。至于夫人，今夜为了救为夫受惊了，等回府解了毒，以夫定当好好报答夫人的救命之恩。救命啊！这男人不仅脑补，他还恩将仇报啊！若听我的早知找清白，就该顺水退休生活，全没了。心口好痛，夫人，为夫这伤口似乎又裂开了。萧无厌，你差不多得了啊！太医都说了，毒已经解了，伤口也结痂了。你昨天晚上还单手把红木桌子拍碎了，你现在跟我装林黛玉？太医庸碌，怎知为夫受的是内伤？这内伤，非得夫人亲手为药，方能缓解一二。爱喝不喝，不喝拉倒。
我还有一堆金子没盘点呢，没空陪你在这儿演偶像剧。夫人若是走了，为夫若是疼晕过去，这偌大的太傅府群龙无首，到时候金库的钥匙要是被管家弄丢了，太傅大人说的哪里话？照顾夫君是我这个做妻子的本分。有夫人这般悉心照料，为夫觉得这伤受的极为划算。救命啊！谁来把这个恋爱脑的活绵王收走啊！我真的快被他气死了！主子，出大事了！我真的快被他气死了！主子，出大事了！皇上突然在早朝上龙体暴病，情况危急。瑞王联合禁军统领封锁了皇宫九门，已经带兵逼宫了。皇帝昏迷，瑞王逼宫，造反了！传我将令，调城外虎啸营火速进京平叛。你果然是装的，骗子！夫人，京城大乱，太傅府定是瑞王的眼中钉。我已经安排了300死士死守天竺穴，乖乖待在这里，哪里也不许去。等为夫平了这天下，再回来陪夫人慢慢喝药。乔姐，造反了，咱们会不会被乱军砍死啊？砍死个屁！这是天赐良机啊！萧无厌那个死变态终于走了，京城大乱，城门防守肯定有漏洞，此时不跑更待何时？翠流，快把我前天打包好的金条、夜明珠还有银票全带上，咱们趁乱从小厨房的泔水车里钻出去。江南的帅气账房在向我们招手了！一个不留，找到沈清林！不是吧？这么快就打到家门口了？一个不留，找到沈清林！不是吧？这么快就打到家门口了，我还没出门呢。沈清兰，你这是准备逃命吗？可惜啊，你今天插翅难逃了。林妹妹，你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你不去皇宫里捡漏，你跑来我这儿抓我干嘛？我身上就这么点钱，你全拿走，留条活路行不？少给我装蒜！瑞王殿下有令，萧无娟那奸贼武功盖世，手握重兵，强攻皇宫必定伤亡惨重。但他的致命弱点就是你，只要把你抓住，押到城门之上，我不信萧无渊不为所动。沈清兰，你加诸在我身上的耻辱，今天我要百倍讨回！来人，把他给我拿下！若是敢反抗，先给他点颜色看看！完了，这下真的要成俘虏了。林妹妹，你听说过一句话吗？哼，死到临头还想拖延时间，时代变了，大人！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提取出的魔鬼级终极浓缩防狼喷雾。这是什么暗器？有毒！有毒你大爷！这是老娘纯手工无添加的物理魔法攻击，让你们领教一下什么叫工业革命的降维打击！退后！全都给我退后！谁敢向前一步，老娘辣瞎他的狗眼！救命！这药剂会喷毒水，夫人受惊了，属下来迟。天哪，这是什么霸道的武器？无影无形，竟然能在瞬息之间放倒10几个绝顶高手！而且夫人背着行囊，分明是早就料到了瑞王会派人来偷袭，所以故意在此布下这等绝杀陷阱，等君入瓮。太厉害了！夫人这等未卜先知、运筹帷幄的智谋，简直比太傅大人还要深不可测。夫人神机妙算，料敌先天，凭借一己之力，兵不血刃，生擒敌手，属下五体投地。夫人真乃神人也！神他的料敌神千！我背着包袱是跑路啊！你瞎了吗？这只是辣椒水，辣椒水啊！你们大齐朝的人除了脑补就没有别的技能了吗？萧无厌，皇宫已被本王拿下。您虽然手握重兵，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本王劝你立刻开城投降。本王已经派了最精锐的死士去太傅府。此刻，你的那位镇国夫人恐怕已经成本王的阶下囚了。你若是不想他身首异处，就给本王跪下！去太傅府抓我夫人。瑞王，你派去的人，你不是去抓他的。你什么意思？你派去的人是去送死的。我萧无厌的夫人，乃是精通奇门遁甲、深谙天地造化，随手便能布下天罗地网的当世奇才。就凭你手下那些酒囊饭袋，也想碰他一根头发？全军听令，给我杀出去！本官今日要让这群叛贼片甲不留！去！
我算是看明白了，在这个世界里，只要萧无厌没死，我就是把天捅个窟窿，他也能给我脑补成女娲补天。这大气潮我特么是走不掉了。父皇，您病重难愈，这江山社稷总得有人来扛。只要您现在写下退位诏书，传位于儿臣，儿臣保证您在行宫颐养天年。否则，这殿外的上万禁军可就不认人了。逆子，你竟敢联合外臣，大逆不道！大皇独子，逼宫乃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你以为仅凭王将军手里这点人？萧太傅，我知道你武功盖世，但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你身边还带着个毫无武功的刀剑无眼。你若是不降，本皇子可不保证太傅夫人的安全。真是服了！本来在家里舒舒服服的数着金条，萧无言非说宫里有变，把我强行带来，美其名曰放在本官视线里最安全，结果呢，直接被人包了饺子。我说大兄弟，你们造反就造反，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拿我当人质？我就是一个混吃等死的，你拿我威胁他有什么用？大胆妇人，死到临头还油嘴滑舌！大殿下，别跟他们废话，直接拿下，强行逼皇上用印。等一下，都给我把刀放下！动刀动枪的多粗鲁！大皇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费这么大劲逼宫，到底图什么？当然是图这天下至尊的皇位，图那君临天下的权利。糊涂啊，简直是愚昧！你有没有认真看过皇帝岗位说明书？你以为皇位是香饽饽？什么岗位说明书？你以为当皇帝就是天天吃香喝辣、左拥右抱、呼风唤雨吗？错，大错特错！这是一份全年无休、没有法定节假日、还没有加班费的终极牛马工作。第一，作息时间，你问问你父皇，他每天几点起床？寅时，也就是凌晨3、4点。冬天冷得伸不出手，夏天困得睁不开眼，你都得爬起来去上早朝。听底下那群大臣吵架，一吵就是一上午，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你受得了？这君王勤政理所应当。勤政个屁！这就是无底线的剥削。第二，饮食自由，你想吃烧鸡，对不起，不能吃，每道菜只能吃3口，吃多了言教就要骂你骄奢淫欲，还得天天怕人下毒，吃饭前得让人拿银针扎来扎去，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你这叫君临天下，你这叫高级囚犯。第三，工作内容与绩效考核，每天几百份奏折送上来，全是要钱的、告状的、哭穷的，你就像个全天下最倒霉的客服，每天挨骂。天下太平了，那是老天爷的功劳；要是哪里发洪水了、干旱了，那是谁的错？是你的错，因为你担不起这个位置。你得写罪己诏，你得天天向老天爷写检讨符，你图什么，大兄弟？这怎么可能？皇权至高无上。还有你，王大将军。你以为你跟着他造反成功了，你就是开国功臣了，你就能世袭罔替、荣华富贵了？难道不是吗？我手握兵权，有从龙之功，新皇登基定会厚待于我。天真，太天真了！你读过兵书，难道没读过历史吗？听过飞鸟尽，良弓藏吗？大皇子今天能逼亲爹退位，心狠手辣，可见一斑。明天他当了皇帝，第一个猜忌的人是谁？就是你。你这不是在拼前程，你这是在上赶着送全家去地府投胎。对呀，我若是功高震主，必死无疑啊，必死无疑啊！我只是想多赚点俸禄，可不想被满门抄斩啊！所以你们到底在争什么？争着去当一个连饱饭都吃不上的牛马吗？争着去当一个随时被清算的炮灰吗？放着好好的王爷和将军不当，每天睡到自然醒不好吗？非要来应聘这个天下第一一位回报率最低的破职业，你们是有受虐倾向吗？毁灭吧，赶紧的！我不当了，我不要3点起床，我不要被黑锅。这破皇帝谁爱当谁当，我不造反了。皇上恕罪，末将是被这苦柴兽蒙蔽了双眼啊！末将愿意交出所有兵权，告老返乡，回老家种地，只求皇上留末将全家性命啊！
皇上叛乱已平。太傅，你这位夫人当真是舌战群儒，有退敌100万之奇才呀！不是，皇上您误会了，我正在发疯，我正在吐槽职场啊！夫人过谦了，不费一兵一卒，不用一刀一枪，仅凭3寸不烂之舌，便将帝王之道的艰辛剖析得入骨3分，从根本上瓦解了叛将的野心。这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绝顶谋略，将叛军的心理防线彻底击碎，真乃千古奇变，国士无双。镇国夫人智计无双，夫人一席话胜过10万雄兵。老天爷啊，我只是不想打架而已，为什么你们连这种职场吐槽都能脑补成兵法谋略？这个世界彻底没救了！萧无厌，你放开我，我真的只想回家当